观之道为使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知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很多人觉得感冒自己倒腾一下就能好，找医生太麻烦，但是自己乱吃乱用药，小命可能会丢掉。上海就曾爆出有人因感冒后乱吃药，1天4片感冒药，连服9天后进了抢救室。2018年12月下旬，上海市民梅女士出现发热、头痛等感冒症状，于是她自行按照说明书每天服用了4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的感冒药，并且连续服用了9天。梅女士说自己发烧时吃泰诺林，不发烧时吃的是泰诺，药都很常见。梅女士也觉得自己都是在对症下药，谁知道她吃了那么多药，不仅感冒没被治好，反而引发了爆发性肝衰竭，出现肝昏迷，生命悬于一线。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重症肝病科主任王介飞介绍，梅女士被送到医院时已出现了神志恍惚、意识模糊的症状，情况极其危急。经检查发现，梅女士整个肝脏都属于坏死状态，医院全力抢救，才将梅女士从死神手上拉了回来。为何吃感冒药会引发爆发性肝衰竭？医生给出了答案。梅女士吃的感冒药的主要成分是对乙酰氨基酚，是解热镇痛的药物，具有一定的毒性。随着服用剂量的增加累积，会对肝脏产生损害。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规定，每天服用的药物中，对乙酰氨基酚的含量不得超过2000毫克，疗程不得超过3天。感冒时如果同时再混用其他类型感冒药，很容易造成对乙酰氨基酚过量。这时如果患者有肝脏基础疾病，如肝炎、肝功能异常，就更容易危及健康。不仅如此，因为乱吃感冒药导致的悲剧还时有发生。例如，南京一名27岁的在校研究生小张，因为感冒发烧，自己去药店买了好几种感冒药，混着吃就吃出了事，高烧41度，呼吸困难，血压下降，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严重凝血功能障碍。人体总共8个脏器系统，而小张当时已有5个系统功能衰竭。虽然积极抢救，但小张最终还是没能撑过去，从入院到去世仅仅7天。还有一名广东江门的18岁女孩，同时服用2种感冒药后离奇死亡。据报道，女孩服用的罗红霉素缓释胶囊与复方甲氧纳明胶囊会致人茶碱中毒。诚然，感冒作为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疾病，谁都不愿意一感冒就跑去医院。那么你就应该好好记住以下小关总结的8个服用感冒药的注意事项。1. 感冒药别混用。很多人感冒后为了追求快速缓解症状，多种感冒药连用，西药和中成药混用，这是大误区。很多感冒药成分类似甚至重合，2种连用可导致药物过量，并不能起到疗效叠加的效果，反而增加副作用，应尽量避免连用。有些中成感冒药也加入了西药成分，常见的有对乙酰氨基酚，该成分也是西药感冒药的主要成分之一。如果随意服用，就会导致该成分过量，损害肝肾功能。一般来说，成人摄入对乙酰氨基酚一次不应超过500毫克，2次用药间隔时间不宜低于6小时，每日摄入最大量应不超过2000毫克，疗程不应该超过3天。2. 感冒药别大量用。有些人想病快好，按照最大量甚至超量使用，这也是不对的。感冒药吃多了很伤胃。感冒药的主要成分是非甾体消炎类物质，这类药物可直接损伤胃黏膜上皮层，破坏胃黏膜正常的生理屏障。一旦过量服用，很容易导致急性胃黏膜病变，进而出现胃出血、胃黏膜糜烂等。3. 吃感冒药别喝酒。绝大多数感冒药中都含有的对乙酰氨基酚
在体内生物转化过程中会产生一种有毒的代谢物质，需要与体内的还原性谷胱甘肽等保护因子结合才能降低毒性，而过量饮酒时会消耗大量体内的谷胱甘肽，致使对乙酰氨基酚生成的代谢物无法与谷胱甘肽结合，增加肝脏衰竭的风险。4. 这种感冒药未成年人禁用。2018年9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18岁以下青少年儿童禁用含可待因的感冒药。目前含可待因的药品最常可能为儿童服用的是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可待因是一种鸦片类药物，有止痛、止咳和止泻的药效，但其不良反应包括心理变态或幻想、呼吸微弱、缓慢或不规则，以及心率或快或慢异常等。长期应用会产生依赖性。5. 吃了感冒药别开车。多数感冒药吃完后会觉得头昏昏沉沉，想睡觉，这是抗组胺成分在作怪。代表药品有感康、泰诺、扑尔敏等。据国外一份有关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显示，在用药后驾车的人群中，吃扑尔敏等抗组胺药等感冒常用药驾车造成的事故率达 72%。 6. 血压高小心3种感冒药成分。高血压患者服用的感冒药也可能是导致血压失控的元凶。目前，患者在药店里买到的各种感冒药中，对血压影响比较大，能升高血压的主要成分是伪麻黄碱、麻黄和咖啡因。血压高者买感冒药时，要注意观察药品的成分和使用禁忌。同时，感冒期间要加强血压检测，特别是出现头晕、头痛、胸闷、头胀感等症状时，要马上测量血压。7. 糖友要看感冒药的肾毒性。发现标有肾功能不良者慎用的感冒药品，糖尿病人要谨慎使用。如果私自服用具有肾毒性的药物，很容易导致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同时还会加大治疗的难度。有的糖尿病患者认为中成药效果好，作用温和，但选择时要注意其是否为无糖的。8. 一老一小慎用感冒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老年人，尽量不要选含麻黄碱的感冒药，例如日夜百夫宁、泰诺、新康泰克等，因为麻黄碱可促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另外，老年人的体质相对较弱，服用含有解热镇痛类成分的感冒药，由于发汗比较多，一定要多补充水，以免虚脱。儿童因处在生长发育期，滥用感冒药的副作用很可能远远大于感冒本身，因此家长应细心观察孩子，如果是单纯感冒，只需多喝水；反复感冒应该咨询医师，不要自行乱用药。普通感冒一般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要治疗普通感冒，就要看有没有可以抗这些病毒的药物。然而很不幸，答案是没有。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研制出针对普通感冒病毒的特效抗病毒药物，也就是说，不存在什么药可以吃了以后杀死感冒病毒，让感冒立刻就好。现在医学界对感冒的治疗还是以休息加对症治疗加预防继发性感染为主，其中对症治疗的症是指因为感冒而导致的鼻塞、流涕、咳嗽、喷嚏、发热等症状，而现在市面上的感冒药都是针对它们的。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感冒药都不是治好感冒的，只是用来缓解那些因感冒带来的各种不适症状。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没有专门的抗病毒药物，感冒药也只是缓解症状，那普通感冒究竟是怎么好的呢？答案就是它自己好的。因为普通感冒在医学上被定义为可自己恢复的感染性疾病，虽然发病率高，但是一般情况下7到14天人就可以痊愈。所以不吃药和吃药的差别就是吃药会好得快。当然，这并不是说让你以后感冒了永远别再吃药，
死扛着直到好。感冒对人最大的影响就在于它引起的不适症状。如果这种不适症状很严重，比如发烧、鼻塞很严重，咽喉痛的没法吃东西，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学习和休息。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感冒药治标不治本，但是对于缓解不适还是很有意义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观友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给小关留言，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